他明明只是在格斗场里脱下了衣服，却把对面刚刚连赢6场的拳王吓得花容失色。原本只需打赢这最后一局就能拿到10万奖金的拳王，竟在此刻直接选择了主动弃赛。这一幕顿时让现场的观众犹如路易16抬手摸不着头脑。就这样，道尔顿不费吹灰之力的赢得比赛，轻松拿走了那10万奖金。可他刚走出格斗场，就有一名输钱的赌徒找他算账。刀子直接刺进他的腰子，可道尔顿却面不改色，这种不要命的气魄瞬间就让赌徒恢复理智，吓得刀都不要了，拔腿就跑。而道尔顿则若无其事的去后备箱寻找胶带处理伤口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叫弗兰基的黑妹走了过来，她说出自己开了一家海边酒馆，最近总有混混前来闹事，想找个保安帮忙，月薪5万美金。道尔顿一边漫不经心的拔出匕首，一边说自己没兴趣。弗兰基看他有点不好说话，就留下了自己的名片，希望他能好好考虑考虑。道尔顿以前是世界中量级格斗冠军，可在一次比赛中，他因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在对手已经失去意识的情况下，道尔顿不顾裁判的阻拦，又冲上去补了重重一拳，也就是这一拳，直接将对手当场打死。而最让他痛苦的是，对方还是他最要好的朋友。这件事不仅毁了他的职业生涯，也让他陷入了自我崩溃，无法原谅自己，每天过得浑浑噩噩。渐渐的，他产生了轻生的想法。道尔顿把车停在轨道上，打算结束这一切。可随着火车越来越近，他又突然害怕了，不想自己变得青一块紫一块。道尔顿连忙扭动钥匙启动汽车，可这时车子意外故障，死活打不着火。撞了大运的他决定忘记过去，好好活着。道尔顿根据地址来到了弗兰基的酒馆，这个地方叫玻璃岛，白天看起来像个安静祥和的旅游地，可一到晚上，这里瞬间就变了样，大家斗殴是常有的事，当地警员也不管。之前酒馆请的保安有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，可都没坚持到2天半就卷铺盖走人了，足以说明这个地方到底有多混乱。但在道尔顿眼里，这地方就跟来度假一样，顺手还能赚个5万工资。不过惬意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，这天一群骑着摩托的男人呼啸而来，他们是布兰特家族的小弟，这帮人仗着人多到处搞破坏。道尔顿知道该上班了，他慢慢走了过去，先让同事卷毛去招呼其他客人，然后微笑着跟小胡子说：“可以到外面聊聊吗？”可小胡子一点面子都不给，还开始动手破坏球杆。Those are your bikes out there, right? Yeah, mine's a red one on the right. 说完，道尔顿直接朝外面走去。意识到不妙的小胡子也赶紧带着小弟冲了出来。这时道尔顿还礼貌地询问他们有没有买好医保，因为一会可能要花不少钱。不太聪明的小胡子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瞬间打了一巴掌，接着就是暴风骤雨的无情抽打。道尔顿快如闪电的巴掌，再加上诡异的灵活身法，这群小混混甚至连碰都没能碰到他一下，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这场面简直就是博约打蔡徐坤降维打击，短短几分钟的功夫，这场单方面挨揍的打斗便草草结束。小混混们不是骨折就是脑震荡，道尔顿还十分贴心的开车将他们全都送进了医院，顺便还让医生给自己处理了一下之前的伤口。虽然这些小混混不值一提，但道尔顿也因为此事跟布兰特家族结下了梁子。第2天，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了道尔顿的名字，他诧异的来到书店，跟查理聊起了天。这时布兰特的手下又在隔壁超市闹事，善良的查理见状想把他们轰走，眼看带头的梁子就要准备过来动手。好在这时道尔顿走出了书店，梁子一见到他立马就认怂了，赶紧骑上摩托逃离这里。事后查理告诉道尔顿，像这样的挑衅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，但为了能够保住母亲留下的书店，他说什么也不会向这些人屈服。与此同时，游艇上的小弟正在跟老大布兰特汇报，说有一半的兄弟还在医院躺着，骚扰酒馆的事只能先放一放。其实布兰特就是个没本事的富二代，他爹进监狱后，他就总想做出点成绩证明给他爹看，可手下全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这段时间，酒馆虽然还是有打架斗殴，但经过道尔顿的指点，卷毛几人就能摆平这些小打小闹，根本不用他出手。道尔顿平时话不多，除了跟书店的查理聊聊天，其余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。本以为日子会这么悠闲的过下去，但没想到晚上就遇到了出院的小胡子。好在道尔顿身手敏捷，这才侥幸躲过一劫。然而对方却不想就这样放过他，于是又快速的把车倒了过来。这次道尔顿躲闪不及，被撞进了后车厢，皮卡悬在桥边摇摇欲坠。道尔顿只好赶紧跳进水里，果然下一秒皮卡就跟着掉了下来。好在他提前下水，这才险险躲过一劫。本以为这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谁曾想小胡子竟然持枪在他的住处等他。Can I ask you a question? Why all the fuss? I mean, I'm just some guy. Okay, what are you? It's the Roadhouse. 话音刚落，道尔顿瞬间发起反击，近身战斗，小胡子根本不是对手，仅仅几招就把对方一下子扔进了海里。道尔顿本来不想杀人，谁知水里的鳄鱼却以为外卖到了，上来就是一套死亡翻滚。道尔顿想救对方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小胡子就这样成了鳄鱼的夜宵。后来警方来打捞尸体，可找了半天连根毛都没有找到，这也让道尔顿和布兰特的矛盾彻底激化。不过他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当他从查理的书店出来时，布兰特的手下又再次找上了门，直言他的老板想跟道尔顿见一面。他听后并不想搭理这人，可对方却嚣张地亮出了腰间的配枪。面对这咄咄逼人的行事风格，道尔顿是彻底被激怒了。他要好好的告诉对方什么叫实力差距。But you have a gun tucked in your waistband, so it's really not that intimidating, is it?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? I mean, all I have to do is break your index and your middle finger, and you wouldn't be able to hold that gun. 对方听后表示你不要在这里哇哇叫，随即拔出手枪。Motherfucker! Fuck you! 这时有一个二傻子走了过来。 You don't have a gun too, do you? I think I left it in the car.
两人的操作差点把道尔顿逗乐了。他找到弗兰基，询问这些人到底有什么目的，为什么一直盯着酒馆不放。弗兰基表示他也不知道。道尔顿见问不出什么，也不再废话，但他知道这事肯定没这么简单。布兰特家族可以说是玻璃岛背后的掌控者，他们最近规划了一个开发项目，而酒馆这块地一直拿不下，所以才不断的找麻烦。这时布兰特的父亲打来电话，可他根本就不敢接，直接将手机扔到了海里。You get my phone. 晚上，刚刚帮客户修完下水道的康纳从窗户跳了下来，顾客两口子热情地跟他告别。康纳走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了夜市，走了没2步，他就看见一个大高个的衣服跟自己很搭，于是上去就是一个头锤，将对方打晕后就把衣服抢了过来。这时布兰特的父亲打来电话，让康纳去帮忙对付道尔顿。这边毫不知情的道尔顿正被医生邀请出去游玩，两人开着快艇一直开到了大海深处，这里有一片浅滩。他们惬意地喝了2瓶啤酒后，苏珊跟道尔顿表了白。不过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，苏珊把道尔顿送回去后就被当地警方找上了门。警长将道尔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一番拳打脚踢后，他拔出手枪对准了道尔顿。幸好这时苏珊及时赶到，而且他的举动也十分出乎意料。Come on, Dalton. 原来这警长是苏珊的父亲，以前还当过布兰特家族的手下。他们表面上是做旅游生意，实际上是靠贩毒赚钱。苏珊因为不止父亲的所作所为，所以自他母亲去世后，父女俩就断了联系。这跟道尔顿猜测的相差无几。这种局面也让道尔顿开始考虑，要不要继续趟这场浑水。晚上，布兰特亲自来到了酒馆，他拿出了道尔顿以前在赛场上打死人的视频，想以此好好挖苦他一番。可没想到道尔顿却一句话都没说。等布兰特出去后，康纳就带着一帮小弟闯了进来，开始肆无忌惮的到处捣乱。嚣张的表情加上超强的战斗力，很快就把整个酒馆搅得鸡飞狗跳。可道尔顿自始至终都没有挪过屁股。听到对方点名喊他，道尔顿没办法，这才走到了康纳面前。康纳就是个疯子，他就是单纯享受打架的快感，而道尔顿并不是怕他，而是害怕自己。曾经他在八角笼里打死人，就是因为彻底生气后身体会不受控制，直到对方断气才会停手。他不想跟布兰特家族再产生任何纠纷，就是怕自己还会闹出人命。所以面对康纳，道尔顿一直都在尽力压制自己的情绪。被人出门外后，重新站起来的道尔顿脸上已经露出了要杀人的表情，但他还是忍住了。回到住的地方，道尔顿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可弗兰基却突然跑过来挽留。弗兰基承认是自己隐瞒了事实，他一开始就知道布兰特找道尔顿麻烦的原因，他以为道尔顿是怕了对方的势力才选择离开。 They scared you off? Are you really that afraid? Yes, I am afraid.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understand. 说完，道尔顿拉着行李就来到了车站。可当他路过查理的书店时，却发现此处已经被烧成了焦炭。经过打听得知，查理和他父亲都被打伤送去了医院。道尔顿断定这肯定是布兰特所为。原本他已经准备离开这里，可看到如此善良的一家人竟被残忍对待，此刻的他愤怒无比。道尔顿气势汹汹地来到布兰特的别墅，正好碰到那个放火的家伙在打扫卫生。从对方口中得知，原来查理一家之所以受到牵连，就是因为他们和道尔顿接触的比较多，所以布兰特才让人放火烧了书店，目的就是为了向他发出警告。得知真相的道尔顿彻底被激怒，他强而有力的一拳直接打断了对方的气管。 I just broke the hyoid bone in your throat. I am afraid. I'm afraid of what happens when somebody pushes me too far. Somebody just like you. 随后，道尔顿就带着几具尸体走出了大门。谨慎的小弟看到这场景后，瞬间就开了窍。断掉的手臂让他深知眼前的男人到底有多恐怖。为了活命，他直接说出今天凌晨布兰特会有一场交易。说完，赶紧骑着摩托准备跑路。 Good luck with the guy. 在凌晨10分，一个黑警拖着一个箱子正要上船，道尔顿从后面突然偷袭，直接将其打晕。打开箱子一看，里面装满了现金。接着道尔顿让快艇自己开了出去，然后当着黑警的面，用他的枪在尸体上打了几个洞。道尔顿知道这没法栽赃陷害，但至少能拖延他们调查的时间。之后他又拿起棍子，把黑警当场打晕了过去。回到船上后，道尔顿开始制作炸弹，没想到警长却突然找了过来。他说苏珊被布兰特绑架了，希望道尔顿能交出那箱子钱，跟他一起去救女儿。道尔顿根本不信这个老狐狸，但也不想拿苏珊的安全冒险。就这样，道尔顿开着快艇来到了交易地点。警长和布兰特俩人悠闲地坐在沙发上，完全看不出来是女儿被绑架的样子。警长这时也不装了，说女儿被绑架就是骗他的。 You actually believe that Ben took my daughter? We are partners, idiot. Yeah, about that I did kind of take her. What? 看着这两个白痴竟在这时斗起嘴来，道尔顿渐渐没了耐心。这时远处突然传来声响，几人往远处一看，没想到康纳正开着汽艇前来凑热闹。道尔顿懒得再跟他们磨叽，直接拿出了炸弹遥控器。 What the fuck is he doing? 爆炸后，道尔顿一拳干倒一个小弟，然后赶紧去找苏珊。甲板上一个白痴已经被火烧成了霹雳火，此时的苏珊正在下面一层，他想砸破窗户逃出去。道尔顿很快冲了进来，就在两人要离开的时候，一个小弟出现抬枪就要射击，这时水压冲破了玻璃，大量海水涌入进来，他们侥幸从破碎的窗户那里逃了出去。浮出水面的道尔顿继续跟小弟缠斗在一起，就在两人打得难解难分时，康纳竟驾驶汽艇向他碾压过来，道尔顿则把布隆护在身前，这才躲过一劫。
与此同时，苏珊刚爬上快艇，就被布兰特抓住扔到了后面，随后就驾驶快艇赶紧离开了这里。而道尔顿看着康纳又绕了回来，他找准时机快速躲避，并一把抓住绳子顺利爬上了康纳的船。两人一见面就再次打了起来，道尔顿一个闪避，顺势将康纳扔到了水中，没想到对方竟死死抓着绳子企图再次上船。前面的布兰特回头看到道尔顿追了上来，于是二话不说立马调转方向，径直朝着道尔顿撞了过去。道尔顿被十分合理的甩到了快艇上，苏珊趁机上去跟布兰特扭打在一起，可他根本不是对手。好在道尔顿及时爬了起来，他抓起布兰特的手，一脚将其踹到了船头。此时快艇由于无人驾驶，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岸边的酒馆冲去。情急之下，苏珊和道尔顿赶紧跳下了船。道尔顿两人上岸后开始四处寻找，没想到对方正躲在暗处，打算用鱼叉搞偷袭。好在道尔顿身手灵活，成功躲了过去。一招没中的布兰特急忙想要逃走，但很快就被抓住。这家伙一顿毒打肯定是少不了的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皮卡车突然冲了进来，道尔顿被这股巨力直接撞飞了出去。来人正是康纳，道尔顿急忙冲上去阻止他下车。两人几番争斗过后，康纳一拳打破玻璃将其逼退。接下来就是两人的生死决斗。虽然双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轻伤，但在这生死关头，双方都必须拿出全部实力。一场拳拳到肉的贴身肉搏战。此时他们拼的是体力、毅力和技巧，以及还有些许的运气。稍一疏忽就会直接断送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他们下手时绝不留情，像极了两头猛兽在相互厮杀，必须只能有一个站着，而另外一个也必定会死去。两人一时间打得难解难分，慢慢的，他们的体力都逐渐耗尽，这时已经没有了多余的躲闪动作，只能靠毅力去拼。最后还是让道尔顿抓住了机会，锁住了对方的脖子。无论康纳怎么挣扎，他就是死不松手，就这样牢牢地勒住对方，眼看就要将对方置于死地。没想到康纳却在这时捡起了地上的一截木叉，随即便反手围攻。这一下重击让道尔顿已经无力再站起来，康纳已经胜券在握。就在他打算彻底终结这场战斗时，没想到布兰特却在这时跑了出来。他用咒骂的语气不断对康纳发号施令，让他快点干掉道尔顿。What does it take to shoot you up? 接着康纳拿起木叉准备彻底终结战斗，只是没有想到自己还是低估了道尔顿的能力。他忍痛将自己腹部的木叉拔出，狠狠刺进了对方体内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康纳就此领了盒饭。看着浑身是伤的道尔顿，苏珊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时警长走了进来，看在他救了自己女儿的份上，他让道尔顿赶紧离开玻璃岛，一切由他来善后。 Go. You have to go. 第二天，道尔顿准备坐大巴车离开。书店的查理走过来跟他道别，而查理的父亲在屋里看到了一个箱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现金。等父亲追出来时，大巴车已经远去，而道尔顿也驶向了全新的生活。